因为昨天晚上关于这只股票它出现了财报，那么今天早上在晚盘阶段整体涨幅已经超过 10%， 想看看后期整体上涨的空间有多大，短线如果想要参与，在哪些点位可以选择短线的一个上车一个机会。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美股的这个 Meta 它也是之前是叫脸书那么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期视频。首先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分析一下这只美股它中长期的一个走势。从第一阶段的上涨，它是从这个相对的低位 17.55 涨到了21年的9月份，高点是 384.33 美元。这一次整体的上涨走势，它呈现的是一个三波的形态。那它呈现三波形态，意味着后期中长期的上涨它有可能是一个向上的反弹上行它有可能是一个双重三浪。那从 384.33 开始向下调整，最低调到了 88.09。 这次整体的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深的，而且也是满足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回撤的一个要求。最终回撤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104.40 附近。所以说这一次无论从它的幅度上来说或者说它是一波流的下跌走势也好，它的回撤幅度是非常达标的。那接下来从 88.09 开始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反弹上行。第二阶段的反弹上行，从 88.09 它先是涨到了 740.91 740.91， 涨到这个位置，我们来看它内部的一个子浪结构疑似出现了一个五波推动的一个形态，1 2 3 4 5，这个五波推动可能只是它这一波反弹上行当中的完成了一个次级别的一个走势。因为我们先把它按照最低的预期双重三浪来看待，那之前的上涨第一波那就是 W， 向下的这次升幅调整那就是一个 X。 那当前完成的第一波上涨走势，它有可能仅仅是完成了 Y 浪1，对应 W 这个三波它完成了 Y 浪1，然后中途的向下的这个回落，此处可能是一个 Y 浪2的走势。那目前再次上涨，有可能它就是处于 Y 浪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上涨也就是 Y3。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其他的工具，比如波浪尺来测算一下后期整体上方的一个压力目标在哪里。首先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个 W 浪和 Y 浪的整体的一个幅度比例，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 Y1 和 Y3 的一个幅度比例。那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后期整体上行的几个关键的压力目标。第一个压力目标区域是位于820到806这个区域，第二个位置是位于883，第三个位置我们就看到最后一个位置是960。这就是目前从月线图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上方的三个压力区域当然第一个最低的位置806、820这个位置大概率会碰到，至于后面883和960这两个位置，那就要看这一次 Y 浪3的上涨的多头动能有多强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重点来看一下整体的这波 Y 浪它的一个上涨内部的一个子浪结构。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刚才说过了之前的这一次 Y1 它的内部结构是走了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刚才也说了，这一波走势它是一个 Y1， 短期的调整它可能是形成的是一个 Y2 回撤。那目前再次的上涨，我们重点就是要分析这一阶段的走势，这个 Y3 它的内部子浪结构它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这是目前我们重新划分的因为可以看到昨晚的财报之后，今天早上截止今天早上它已经涨到了接近780美元的这样一个位置，并且是完全突破了之前的
上一次的高点啊740。那这里我们就要将时间继续调整到更小周期的日线图。更小周期的日线图可以看到这一个阶段啊，日线级别的内部，这应该是这一级别的一个主升三浪，它这内部结构是走了一个五浪形态。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波结构它整体走势它是结束了。那么我们再把前端后端的结构联系起来看，1、2、3、4、5。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处于这个外浪三当中，如果继续细分它的结构，这当中完成的第一波子浪1，调整的子浪2，再次上涨的子浪3，以及盘中的回撤子浪4，截止到目前在运行最后一个子浪5。那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再借助这个波浪尺来找到这个子浪3和子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来寻找子浪5的上方的一个压力目标。那通过以上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801的这个位置暂时不用考虑，我们只需要考虑后期两个位置831和862，这是日线级别我们需要关注的两个位置831、862。由于外浪1走了一个五波形态，那么这个外浪3大概率也是一个五波形态。那从目前的更小级别的日线级别的结构来看，它其实已经步入到这个外浪3-5的这个最后上冲的这个阶段了。因此上方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空间，但是结合日线和月线给出的压力目标来看的话，其实上方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月线当时我们说了两个重要位置，806到820啊，这里又看到有个831，日线上方还有个862，以及月线上方还有一个880还是886的位置。那其实可以看到整体向上的空间最多有 10%， 最多有 10%， 并且它是处于这个整体趋势走势的一个末端。我个人认为当前继续去追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此处如果去追的话，上方我们能看到的最近的这几个压力区距离现在的位置都比较近，因为上方已经没有历史可参考的数据，我们只能通过波浪尺来测算大致的一个目标区域。当然不排除极度强势下可能会涨到960，但是也只是极端情况下才会涨到960。目前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用保守的思路去看，最多也只是能看到8801线，就是刚才我们所画的这个月线的波浪尺所给出的上方的压力目标883，这是近期保守的，就是最多我现在只能看到这个位置。至于更高的位置，暂时我看不到。那通过刚才一系列的分析，那对于这个美股脸书的这个股价，我个人认为，当前虽然财报之后出现大涨，那有可能是不是主力借助这个财报大涨，选择加速赶顶，这种概率非常大。所以当前的位置，我个人的建议尽量是多看少动，并且是如果你在之前的相对低位有底仓的话，那后期借助着刚才我们分析得出的这些压力目标位，要开始选择考虑你准备什么位置开始清仓开始减仓这样的一个动作。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